还有，这次战神回复他的是叽叽声。行，别急，我先把这一颗参收起来。这次战神没有再驮着他，而是当先迈步往东南边走去。林浩背上背篓紧随其后，这一走又是半个小时。战神又一次停下之后，这次不用他指引，林浩就看到了人参的踪迹，揉了揉眼睛，他以为自己看错了，结果细数之后，发现还真是7品叶。拿着铲子比上一次更加的小心，这一株耗费的时间更长，因为参须不仅多，而且极长，最长的一根林浩感觉比自己的手臂还要长些，根部主干也不小，比刚刚挖的那一颗大了一圈。哈哈，找到了，终于碰到了一株。等将完好的参取出，他大喜不已，又看向战神道：大猫，谢了。战神居然低声咆哮了一声，林浩再度大笑。好好，你不叫大猫，你叫战神行了吧？战神趴在地上，又一次发出了叽叽声。这一颗参林浩保守点估计，应该也到了100年。有了这一颗，总算对得起自己这一趟跑这么远了，也对得起早先上山所有的花销。先等一下，我吃点东西。林浩在战神的大头上拍了拍，掏出背篓里的吃食，想了想，扔了一块卤肉给他，尝尝味吧，我可没本事喂饱你。战神伸出舌头，然后一卷，足有1斤多重的一块卤肉就不见了。吃完之后，林浩又喝了点水休息片刻，一人一虎再度出发。这次走的时间不久，连半个小时都没到，就碰到第3颗，结果发现这是一颗2品叶的人参，从茎的大小来看，应该不大。战神，找大点的，这个太小了。战神原本已经趴在地上休息，听他这么一说，又一次站起，扭头环顾了一下四周，然后转向东边走去。这次就走得蛮久了，接近1个半小时，找到的居然只是一株4品叶的。林浩有些气馁，看来战神也尽力了，上年份的野山参确实是太稀有了，聊胜于无，自己看不上，但就这做人情也是极好的了。如此想着便动手开干，结果当他将参挖出来后，才发现这居然又是一颗达到100年的人参。他一拍脑袋，对呀，山参的叶片是轮回的，差一点就忘了这一茬。不过战神是怎么分辨出来的呢？不去纠结，这货连山参都能认出来，能分辨出参灵也正常，况且发生在自己身上难以解释的事太多了，又不在意多这一件。此刻已经是下午的4点多，林中能见度已经很低，不过战神是猫科动物，光线对它是造不成太大危害的。又一次开始找山参的路上，林浩走起来就比较费劲了，战神似乎察觉到了他的困难，所以他又一次爬到了战神的背上，一直到晚上近8点，他们又找到了2株，2颗大概都在50年，已经相当不错了。今晚先休息吧，战神你就别走了。战神听懂他的意思后，又一次趴在了地上。好了，今天你再帮我找一天。战神叽叽地叫了2声。林浩将东西收拾好，背上之后，便跟在战神身后，开始又一次的寻参之行。整个上午，他又挖了4颗参，其中1颗过了100年，其他3颗从40年左右到70、80年的皆有。中午时分，林浩开始吃饭，战神在他面前低声的哞哞了几句，爪子也在地上刨着，情绪好像有点激动。你要走了？林浩不确定地问道。战神叽叽了2声，似乎是告诉他猜对了，接着又昂起头，耳朵微微地动着，听着四周的动静。林浩有些不舍，在他的大头上轻抚了2下。以后有时间我会来看你的，要好好照顾自己，与黑熊干的时候要注意策略。结果他话还没说完，战神就跑了。妹的，礼貌呢，也不等老子把话说完，这么多家伙中就你最不听话。林浩埋怨了一句，坐下开始接着吃，没有战神防卫和帮忙，他打算吃完就回去。虽说他已经闹不清自己身处何处，但他知道方向，只要往北边走，总会出山的。咽下最后一口肉，将剩下的半瓶水拧紧扔进背篓里。就在他打算离开时，就听到一阵嗦嗦的声音，顺着动静传来的方向看过去，发现战神居然又回来了，嘴里还叼着一只鹿。感情这家伙不是走了，而是为自己准备午餐去了。几十公斤的鹿，战神叼着好像一点都不费力，晃悠着走到他面前，然后直接放在了他的脚下，叽叽了2声，像是在邀请他一起吃，又好像是在表功。林浩嫌弃地看了一眼战神那血渍拉呼的嘴，连连摆手：你吃吧，这玩意我就不吃了，你吃没事，我吃就得踩缝纫机了。战神哞哞叫了2声，林浩笑着在他大头上轻拍了一下。战神出发。这次战神又要驮他，林浩自然乐得不用走，而且在其背上真的很舒服，一点不硌屁股。一直到3点钟左右，林浩又取完1只参，手在战神的大头上一阵的抚摸。能带我去咱俩见面的地方吗？战神叼了一下他的衣摆，他也识趣的再度上了虎背。战神的速度很快，即便是高低不平、树草丛生的林子中，他也能达到40、50公里的时速，远不是人类可以比拟的。大概1个半小时左右，
一人一虎又回到了最初相见的那片空地。林浩从虎背上下来，谢谢你，以后有时间我会来看你的，记得保护好自己。战神似乎也知道到了分别的时候，嘴中唧唧的声音就一直没停过。互动了一会，林浩转身往外走，这里离他放摩托车的地方还有1个小时左右的路程，他要趁着还有自然光，抓紧时间出林子。不要再跟着了，回去吧。走了一会，发现战神还跟着他，他又回头叮嘱了一句。不过他在走时，战神依旧跟着，他也没有再说什么。终于到了林子的边缘，战神再度走到他面前，在他的腿边小心地蹭了蹭。林浩也将背篓里还剩下的一点肉全部拿出，喂给了他吃。等到吃完，又给他喂了点水，这才在他的大脸上一阵的揉搓。好好活着，别干不自量力的事，去吧。战神又在他身旁转了2圈，鼻子吸溜着，似乎要记住他身上的气味。差不多1、2分钟，战神才扭头缓步往山林中走去。林浩的心中也有些离别的愁绪，看着战神的身影彻底消失，他这才把摩托车给推了出来，接着又将背篓里的东西收拾了一番。2天的收获非常的可观，大大小小的人参一共收获了21只，紫灵芝和红灵芝并不多，路上倒是碰到不少，但他的精力全在人身上了，所以有些压根就没采。将这些全部塞进背包里，林浩又在旁边挖了个小坑，将自己的沙铲埋了，骑着摩托车来到现场，在澡堂子里泡了澡后，又换了身衣服，这才开机拨通了张哥的电话。你吓死我们了！你小子咋回事？说电话打不通，还真就关了2天机啊！你狼哥都快要报警了。不好意思，张哥，我这没事就好，啥也别说了。你在车站等我，我马上就到。张哥有点懵，你从白山骑着玩意过来的？不是，这哪来的？回家再说。张哥一头雾水，但林浩勤那小心谨慎的样子，只得嘀咕了一句：“当先开路。”一前一后回到栾荣的家，栾荣和李刚已经在门口等着了。见他骑着摩托车，2人的神情也都差不多。阿浩，什么情况？先进屋。张哥挥手让李刚暂时别问，帮着林浩将摩托车推进了院子里。栾荣媳妇见着人也是松了口气，快点洗一洗，我再把菜掖一下。嫂子，您先别急，我找我栾哥商量点事。听他这么一说，栾荣虽不知道啥事，指了指东头屋，到那边吧。又扭头对自己媳妇道：“饭菜稍等一下再验，你顺便看一下门。”